两架中国军机突降阿联酋，中东要集体倒戈，美国如临大敌出错招，再把中东推向中国。美国对中国的动作越来越摆在明面上，中国的一举一动更是让美军十分关注。近日，解放军的一个举动就让美国直接急了。据媒体报道，有美国官员秘密透露，最近美国情报机构在阿联酋的机场发现了两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飞机突然降落，并且还卸下了一箱箱不明物资。由此，美军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二个军事基地，因为阿联酋很可能已经与中国达成了协议。如此一番推测，直接让美国如临大敌。为此，美军决定给阿联酋一点颜色看看，用的就是此前双方签订过程一波三折的230亿美元合约，也就是包含多架50架 F-35战机在内的军备合约。据美官员的说法是，如果阿联酋打算让中国在阿联酋设立军事基地，那么这个合约就会解除。除此之外，美国还频繁要求阿联酋答应美国几个条件，不答应这个武器售卖协议就可能作废。其一，卖给阿联酋的 F-35是以色列的侯版，确保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决定性优势。其二，不得将 F-35的机密数据给任何国家，特别是中国。为了防止此事发生，阿联酋还将会陷入美军情报机构的全面监视中。其三，阿联酋还不得在也门和利比亚使用这些武器。说实话，美国还真是出了昏招。不仅很难达成所愿，还有可能导致中东集体倒戈。首先，解放军军机降落为何降落在阿联酋，并卸下一箱箱不明物资，究竟是什么？纯属美军自己的臆测。但就美军光靠捕风捉影，没有任何证据，就直接对阿联酋得寸进尺的提要求，就有点离谱了。对此，阿联酋还能心里没点小九九？其次，中国外交部早就说过，中国科技成就一不靠偷，二不靠抢，是实实在在的凭借自己的实力奋斗出来的。中国论文数量从2009年到2019年更是直接排在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不仅如此，就美国自己都嫌弃的要命的 F-35，除了那些没能力的小国，还有谁会当宝贝？再则，阿联酋买武器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不然买什么武器？美国不仅要求阿联酋的武器比以色列的低等，还要求阿联酋不能用在也门和利比亚。如此一来，不就相当于阿联酋不仅低以色列一等，还低也门和利比亚一等吗？最后，这些都只是小意思。美国因为在巴以冲突中自己给中国当了垫脚石，成就中国又一次树立自己品格之路，以至于开始不断在中东搞阴谋论，忽悠一些不明真相或者另有所图的人，消除中国对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可惜的是，美国高估了自己对中东的影响力，这样做不仅难以达成目的，还很有可能再把中东推向中国。美国释放两大危险信号，国人彻底放弃幻想，扣动扳机以瞄准中国，而中国却只剩下一条出路。就在美军拆东墙补西墙，将东亚唯一一艘航母调往中东，导致该地区出现航母真空之际，有消息透露，美国海军将于年内向西太地区同时部署4艘滨海战斗舰。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艘甚至更多。尽管到目前为止，该消息还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倘若消息属实，不难看出这又是一起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部署。自拜登任职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就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挑衅力度，在怂恿多国联合围堵中国的同时，该国也没有消停。近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在2022年国防预算的记者发布会上声称，中国在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表现出日益激烈的竞争姿态，并且在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具有挑战国际体系和美国利益的能力。这样的一番话，明眼人都能看得出，该副部长又一次在试图渲染中国威胁，老调重弹炒作，想用这种方式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敌意。只是令外界没有想到的是，该副部长指出，美国国防部已经将高达715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提交给了美国国会审议。这份提案中明确指出，减少发展旧武器，大量发展核武器以及太空等领域上，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众所周知，美国核弹头数量在6000枚左右，是中国核弹头总数的20倍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要增加核武库规模，足以说明事态的严重性。在西太平洋部署更多的战斗舰，加大核武库规模，美国释放出这两大危险信号，已经可以看出美国瞄准中国，打算扣动扳机了。中美关系实际上一直被中国视为一种可劝说策略。简单点来说，中国还是希望能够以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劝说美国不要继续跟中国对抗，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中国的威胁也没有那么大，美国不必视中国为敌人。
可美国宁可牺牲自身利益，也要阻止中国崛起。国内疫情如此危机，拜登想的却是如何确保美国不被中国超越。现在，无论是疫情问题、南海问题，还是台海问题，都很可能成为冲突爆发的导火索。我国人需要清醒，中美关系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以前了，也不可能回到以前。面对将中国视为主要敌人的美国，主动出击就是唯一的出路。当然，中国也已经在这么做了。几千枚弹药在近日的疑似实弹演习中发出，由外交部改成国防部的警告，中国正在积极回应一切威胁。敌人就是敌人，该出手时绝对不能客气。美国接下来必定会展开更为激烈的攻击。在此背景下，中国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儿，放弃幻想，瞄准敌人先行开枪。就如国人所说，不打第一枪也该改了。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美航母能来多快？澳媒一句话让台内部心如死灰，快也没用。岛内人醒悟后与美军作对了，在日本横须贺基地部署的里根号航母于近日紧急调往中东，协助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横须贺这艘航母是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航母，如今前往中东意味着亚太地区将出现零航母状态，但未来不久美国必定会更换另一艘航母部署横须贺。在此背景下，外界提出这样一个疑惑：如果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航母能来多快？要讨论介入有多快的问题，美国航母必定是最先赶来的。美航母如果从港内备勤出发到台海，那么整个编队就需要1周的时间，而完整准备工作则包括航母舰员以及航空联队，满编共需要5000人集结上舰，各种备件、油料、航材装载，加上70多架飞机和至少4艘驱逐舰、2艘远洋舰、1艘核潜艇都需要准备。当然，这还是美国第7舰队所需要的时间。要是从后方的美国第3舰队调来航母，至少需要2周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等美国航母赶来，估计战争都结束了。不过话说回来，就算在战争结束前赶来了，且来的速度非常快，美国航母又能起到什么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中国专注发展反航母打击能力，东风导弹被外界称之为航母杀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航母必须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抵近战区，才能够让舰载机发挥作战能力。虽说美军具备整体优势，同时也拥有诸多盟友，但在西太平洋地区，解放军仍然是占据了绝对的局部优势。这一点，美国智库以及美军一些专门研究机构早已对西太平洋地区与解放军可能引爆的军事冲突不抱有乐观态度。有趣的是，就连鼓吹战争、扬言要武力介入台海的澳大利亚方面，也对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产生消极状态。此前，澳大利亚相关媒体网站声称，由于地理距离的限制，美军在台海冲突期间很可能会陷入被动。给出的解释是，美军主要基地全部远离台海地区，且非常容易遭到打击。该网站暗示，战时美国航母很可能会像2战中的战列舰那样迅速被击沉。该媒体网站非常客观地阐述了事实，台海地区引爆冲突，简单点来说，在中国的地盘上，美军能有多少胜算？更不用说美国航母了。在当前台海局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得出这样的结果，台内部怕是已经心如死灰了。值得一提，美军秘密驻台事件暴露后，岛内民众纷纷示威抗议，要求美军滚出去，扬言美国没资格插手两岸问题。可见岛内多数人已经醒悟了，在知道继续挑衅中国下场惨烈后，开始释放缓和局势的信号了。五眼联盟内部出现软肋，澳大利亚开始与盟友互撕。这一疯狂举动的背后，或许证实了中国的打法已经奏效。众所周知，新西兰虽然作为五眼联盟中的一员，但其在涉华问题上却很少跟着该联盟反华节奏走。因此，澳大利亚开始对新西兰施压，并抱怨其如果不及时改变对华策略，那么新西兰将会成为五眼联盟中的软肋，同时也会遭到其他盟友们的针对。但对于这些警告，新西兰的态度依然表现得十分强硬，声称只会坚持本国利益，不会在中美之间站队。因此，恼羞成怒的澳大利亚开始对盟友破口大骂，并在最近的一档电视节目中向新西兰发起了灵魂拷问。据环球网报道称，澳大利亚第9频道新闻网在近日播放了一则预告片，该片以极其夸张的语气指责新西兰为了赚中国的钱而抛弃了朋友。这种做法被澳方认为是新西兰对五眼联盟的背叛，也破坏了澳新之间的友谊。对此，新西兰媒体驳斥道，澳媒的举动是极其荒谬的，而且相比于中国，五眼联盟对新西兰施加的压力要更大，尤其是澳大利亚给的压力更是破坏了澳新之间的友谊。所以这一切问题的根源不在中国，而在于五眼联盟和澳大利亚。
很显然，新西兰的这一番话表明了其并不想与中国对抗，也许偶尔会对中国表现出一些强硬态度，但在专家分析看来，这只不过是新西兰为了应付盟友们被迫做出的举动而已。现在澳大利亚的咄咄逼人，让新西兰也顾不上盟友的情谊了，开始与其互撕起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新西兰不惜与澳大利亚闹翻，甚至宁愿背上叛变的罪名，也不肯与中国对抗呢？实际上，从澳大利亚对新西兰的指责上，我们就能得到答案。近段时间以来，澳大利亚由于频繁挑衅中国而遭到中方的一系列制裁，这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据相关数据显示，由于澳洲商品在华市场遭到抵制，仅在过去1年里，澳大利亚对华贸易出口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00亿澳元。与此同时，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了180亿美元的商品，是其向澳大利亚商品出口额的2倍。这就说明了，在中澳关系陷入困境之时，新西兰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却大大加深了，这也是澳媒无端指责新西兰重要原因之一。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澳关系的不断恶化，新西兰也将逐步填补澳洲在中国市场上的空缺。这一点让新西兰深知，现在与中国加强合作，远比跟随五眼联盟反华更符合国际利益。所以，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我国对澳大利亚杀鸡儆猴的打法已经开始奏效，并且对土澳下手越狠，这警示效果就越显著。